一台機器的心臟功率6600千瓦，極限狀態可以催到9900千瓦。這是什麼概念？一輛家用轎車的引擎大約100千瓦，等於99輛轎車同時踩滿油門，把全部的力氣灌進一顆巨大的鋼鐵角刀，讓它在35米深的海底旋轉、切割、破碎。海床上的岩石只要抗壓強度不超過50兆帕，它照啃不誤，而50兆帕已經是花崗岩的等級。攪碎的泥沙和岩塊被泥泵當場吸走，泥泵的輸送功率17000千瓦，世界第一。泥漿順着鋼管一路加壓推送，最遠可以噴射到15公里之外的吹田區，效率換算成數字，1小時6000立方米。一座奧運標準游泳池的容量大約2500立方米，也就是說，這台機器每小時挖出來的土方可以填滿 2.4 座奧運泳池。如果一天24小時不停手，就是144000立方米，換成载重20立方米的砂石車，等於7200車次在海底和海面之間往返。這種效率放在全球疏浚行業是天花板級別。把時間再拉長，理論滿載1年的土方量超過5000萬立方米。理論上不用1個星期，它就能在空無一物的海面上堆出一座足球場大小、高出水面數米的新陸地。支撐這種效率的是船尾2根巨大的定位鋼樁，像圓規的針腳一樣輪流插進海床，讓船身以鋼樁為軸心左右擺動，角刀一排一排刮過海底，配上波浪補償系統，湧浪打來，鋼樁緩衝，作業不停。這套系統讓它可以在外海的惡劣海況下連續施工，而外海正是造島發生的地方。這台機器叫天鯤號，船長140米，比一座標準足球場還長出一截，寬 27.8 米，總裝機功率25843千瓦，最大挖掘深度35米，亞洲最大的自航絞吸式挖泥船。中國官方媒體給它取了一個毫不掩飾的外號，造島神器。西方媒體的稱呼更直白，魔法造島機。而這個神器家族的上一代天津號，正是南海7座人工島礁的主要制造者。永暑礁、主碧礁、美濟礁、華陽礁、赤瓜礁、南薰礁、東門礁，大約20個月的時間，13平方公里的新增陸地，把7個漲潮時幾乎看不見的珊瑚礁盤變成3條3000米跑道、成排機庫和一整套雷達飛彈陣地。一台工程船怎麼一步一步變成改寫地緣政治的戰略武器？今天我們把這個造島家族的賬一筆一筆攤開算。故事要從天鯤號出生之前講起。絞吸式挖泥船這個東西原理不複雜，船首伸出一根巨大的鋼橋，橋的末端裝着角刀，像一顆布滿合金刀齒的滾筒，貼着海床旋轉，把珊瑚礁、沙層、岩盤攪成碎塊，再由大功率泥泵連泥帶水吸上來，透過浮在海面的管線輸送到目標海域，泥漿從管口噴出，在陽光下拉出一道土黃色的弧線，被中國工程人員稱為彩虹。泥沙落定，海水排走，陸地就一層一層長出来。技術門檻不在原理，在功率，在材料，在系統整合，而這些長期握在歐洲人手裡。全球疏浚市場幾十年來被荷蘭與比利時的4大公司壟斷。大型絞吸船的核心設計，中國要用得花錢買，不止設計要買。中國疏浚業內流傳的說法是，早年花大錢從歐洲買船，對方連核心圖紙都不肯給，維修要排隊，改裝要授權，價格對方說了算。對一個基建體量全球最大的國家來說，這口氣咽不下去。2010年轉折出現，天津號交付。這艘船由中國船廠建造，設計上仍帶着歐洲血統，但性能已經站上亞洲第一、世界第3。每小時絞吸4500立方米，吹田距離最遠6公里，就是這艘船。後來在南沙的礁盤上沒日沒夜地轉，把自己挖進了歷史。南海作業對船是酷刑，珊瑚礁盤堅硬，刀齒磨損極快，換齒成了日常。高溫、高鹽、高濕，設備連軸轉，船員輪班倒，一座礁盤吹完，拔樁起錨，開往下一座。外媒靠衛星影像追蹤它的航跡，
這艘船成了整場工程裡曝光率最高的主角。但北京要的從來不只是一艘船，而是整條技術鏈。2017年11月3日，江蘇啟東的船台上，天鯤號下水。這是第一艘從設計到建造完全由中國自主完成的重型自航绞吸挖泥船。把2代機器的账摆在一起，跳躍非常清楚。挖掘能力，天津号每小時4500立方米，天鯤号6000立方米，硬生生多了1/3。輸送距離，天津號6公里，天鯤號15公里，整整2倍半。這15公里意味着什麼？意味着船可以停在礁盤外缘的深水區，把泥沙隔着整個潟湖打到礁盤另一頭。島要長成什麼形狀，管線說了算。绞刀系統可以依海底地質換裝，通用粘土、挖岩、重型挖岩4種刀頭，從爛泥到硬岩通吃。2018年6月，天鯤號首次海試成功。2018年11月，它完成無人全自動挖泥作業，操作員坐在控制室裡看熒幕，船自己定位，自己下刀，自己輸送。支撐無人作業的是一套自主研發的智能挖泥控制系統，及时感知泥层軟硬的變化，自動調整絞刀轉速與橫移速度，讓產量穩定貼住設計上限跑。機器不累，不抱怨，不睡覺，這是它敢號稱無人挖泥的底氣。2019年，天鯤號完成全部測試，正式投產。首站是江蘇連雲港的航道疏浚，此後轉戰國內外的港口與航道工程。而天津號與天鯤號也只是塔尖，塔基是全球規模最大的疏浚船隊。中國交建旗下企業手握上百艘各型挖泥船，年疏浚能力以億立方米計。還有一個細節，最能說明北京自己怎麼定位這台機器。2017年，中國商務部與海關總署聯合發布公告，把大型挖泥船列入出口管制清單，未經許可，一律禁止出口。理由欄寫的是維護國家安全。放眼全世界，享受這種待遇的通常是飛彈技術、核材料、超級電腦。一台挖土的船被鎖進戰略物資的保險櫃，等於北京親口承認，這不是工程機械，這是國之重器。對照起來很諷刺，幾十年前是歐洲人不肯把圖紙賣給中國，幾十年後是中國不肯把整船賣給世界。攻守易位，用的是同一套邏輯，這種機器給誰，誰就多一分改造海洋的能力。造島的引信其實在2012年就點燃了。那一年4月，菲律賓軍艦在黃岩島海域登檢中國漁船，中國海監船隨即趕到，雙方對峙超過2個月，最後菲律賓船只撤離，中國從此實際控制黃岩島。這場對峙讓馬尼拉認清一件事，論船、論噸位、論耗得起的時間，自己一樣都不佔優，於是把戰場搬到法庭。2013年1月，菲律賓把南海爭端告上海牙、常設仲裁法院。也是那一年年底，商業衛星拍到南沙赤瓜礁的礁盤上出現了挖泥船的身影和蜿蜒的吹填管線，訴狀遞進法院，管線鋪上礁盤，2件事幾乎同時發生，這不是巧合。這裡先交代南沙的底圖，佔領版圖是幾十年層層堆出來的。越南控制20多座島礁，菲律賓8座出頭，馬來西亞5座，台灣守住太平島。中國直到1988年赤瓜礁海戰之後，才在南沙站穩腳跟，起步最晚，拿到的地物條件也最差，幾乎全是漲潮就淹的礁盤。但也正因為如此，北京最有動機把礁變成島，而且手裡剛好有機器。接下來的20個月是人類歷史上速度最快的一場造陸工程。2014年全年，天津號領住數十艘配套船只，在南沙的礁盤之間輪番作業，華陽礁、南薰礁、東門礁、赤瓜礁，一座接一座從海面下被吹了出來。2015年上半年，主力轉往3個大目標：永暑礁、主碧礁、美濟礁。2015年6月，中國外交部宣布，吹填工程將於近期完成，前後大約20個月。美國國防部提交國會的報告估算，中國在南沙新造陸地至少3200英畝，約13平方公里。這是什麼量級？越南在南海斷斷續續填了幾十年，靠挖土機和駁船一點一點運，總量連這個數字的零頭都夠不到。中國用20個月直接翻盤。2015年5月，
美軍一架 P-8A 偵察機載着美國電視台記者飛越永暑礁上空，解放軍透過無線電連續8次警告驅離。這段錄音播出後，全世界第一次直觀看見這片海上工地的規模。吹田中的礁盤上塔吊林立，運泥船隊排隊進出，速度本身就是戰略，工程越快，外界反應的窗口就越短。等各國完成評估，發出抗議，協調立場，島已經成型，跑道已經劃線，談判桌上的籌碼已經易手。著作看數據，永暑礁原本漲潮時只有幾塊礁石露出海面，最高處不到1米，補給船來了只能在礁盤外拋錨。到2015年9月，它已是一座 2.8 平方公里的人工島，一條3000米跑道成型，港池可以停靠大型艦船。衛星影像的對比最震撼，前一年它還是一道細細的環礁白線，不到1年，一條跑道的輪廓就從海水裡浮了出来。主壁礁吹田從2015年1月啟動，造陸約4平方公里，之後鋪出一條3300米跑道，機場等級4億，波音747這種4發動機的遠程寬體客機都能起降。美濟礁吹田後陸地面積 5.52 平方公里，南海最大的人工島，它的環礁圍出一座巨大的天然潟湖，風浪天可以容納整支船隊避風，等於自帶內港。這3座被外界合稱南沙3大礁，剩下的華陽、赤瓜、南薰、東門4座小島，面積從10幾公頃到20幾公頃，角色是前哨，配置雷達塔、直升機坪與防禦工事。2015年10月，華陽礁與赤瓜礁上的大型燈塔先後點燈，北京說這是為國際航運提供公共服務。批評者指出，在爭議海域建燈塔是國際法上行使主權的經典動作，燈一亮，宣誓就完成了。很多人以為造島就是倒沙子，其實吹田只是第一步。泥沙落定後，重型機具要一遍一遍把鬆散沙層壓實，否則跑道一壓就裂。外圍要搶住護岸與防波堤，擋住台風季的湧浪，不然吹1個月的地，一場風暴就還給大海。島面要鋪排水系統，要建海水淡化設施，電力靠柴油機組與後來鋪設的太陽能板，然後才輪到機場、港口、營房與綠化。一座島礁從吹田到能起降飛機，動用的是一整條國家級工程鏈，挖泥船只是最鋒利的那把刀尖。這場工程的代價之一，沉在水面下，吹田區內的珊瑚被連根攪碎，礁盤生態直接歸零。這筆賬後來被寫進了國際仲裁的裁決書。這裡必須把一件事講清楚，在礁盤上日夜作業的主力是天津號和整支船隊。天鯤號當時還沒出生，它是七礁完工之後2017年才下水的下一代機器。換句話說，南海那一輪造島用的是上一代神器，而北京在工程收尾後做的第一件事是造一台更強的。這個順序本身就是一則訊息。再看這7座島今天長什麼樣子。2015年9月，習近平在白宮的聯合記者會上公開表示，中國無意在南沙搞軍事化。10年後，衛星影像給出的清單是這樣的：永暑、主壁、美濟3大礁各有一條3000米級跑道，規格直逼國際樞紐機場。這個長度，重型轟炸機、大型運輸機、空中加油機、預警機全部起降無虞。每座島各建有約可容納24架戰鬥機的機庫群，另加4個尺寸更大的機位預留給大型軍機。港口是深水泊位，驅逐艦等級的軍艦可以靠泊補給。島上豎起高頻雷達陣列與成片的天線罩，對空對海的監視範圍以數百公里計。任何機艦靠近南沙都先被看見，再被廣播，然後被跟上。2018年起，美國媒體引述情報報道，3大礁陸續部署了反艦飛彈與防空飛彈系統、機堡、彈藥庫、油料庫、營房，一應俱全。島上還建了醫院、球場和植被溫室。官方敘事強調民生，但同一張衛星照片裡，機庫與彈藥庫的輪廓更醒目，時間線也對得上。2016年1月，永暑礁新機場迎來首次民航校驗飛行，證明跑道可用。2018年5月，重型轟炸機首次在細沙永興島起降。那雖然是另一個群島，但訊號清楚，同樣的動作隨時可以往南複製。2022年3月，
時任美軍印太司令部司令約翰·阿奎利諾接受採訪時直言，這些島礁已經完全軍事化，距離的仗更直白。美濟礁離菲律賓巴拉望島只有200多公里，整座島落在菲律賓200海里專屬經濟區之內。主碧礁距離菲律賓實際控制的中業島只有20多公里，島上駐軍抬頭就能望見對面的雷達罩。而這3座島距離中國海南島超過1000公里。過去，解放軍戰機從海南起飛，抵達南沙上空已近作戰半徑極限，滯空時間以分鐘計。如今跑道就在現場，3座不會沉沒、不用輪調、不怕風浪的海上機場，永久固定在南海航道的正中央。國際法的回應來得不慢，只是沒有牙齒。要理解仲裁在吵什麼，得先講九段線。這條線的前身出現在1940年代，當時的中華民國政府在地圖上畫出11段斷續線，把南海絕大部分海域圈了進去。1950年代，北京山區北部灣的2段成了今天的9段線。問題在於，這條線圈的是島礁還是海域，主張的是主權還是歷史性權利。北京幾十年刻意模糊，而聯合國海洋法公約1994年生效後，海洋權利必須從陸地領土推算，一條畫在地圖上的線本身不產生權利。菲律賓的訴狀正是打在這道縫上，他不請仲裁庭裁決島礁主權誰屬，只請仲裁庭認定9段線與公約是否相容。這一手繞開了管轄權的限制，也逼出了那份歷史性的裁決。2016年7月12日，海牙常設仲裁法院公布結果，菲律賓的主張幾乎全數獲得支持。裁決講了3件要害：第一，9段線的歷史性權利主張在公約框架下沒有法律依據；第二，美濟礁位於菲律賓大陸棚上，中國在其上吹田建設屬於非法；第三，大規模吹田對珊瑚礁生態造成不可回復的破壞，而珊瑚礁的自然恢復以100年為單位。北京的回應濃縮成3個詞：不接受、不參與、不承認。裁決公布前後，解放軍在南海舉行實彈演習，官方發表白皮書重申立場，姿態擺得很滿。裁決公布至今10年，島沒有少1座，跑道沒有短1米。順帶把台灣的位置標進這張地圖。南沙最大的天然島嶼太平島由台灣實際控制，面積約 0.5 平方公里，穩坐南沙第1大島幾十年。中國一輪吹田之後，美濟、主碧、永暑3座人工島全數超車，太平島直接跌出前3。而仲裁庭甚至認定，包括太平島在內的南沙所有地物在法律上都只是礁，不能主張200海里專屬經濟區。這一點，台北同樣發表聲明表示不接受。周邊各國各自算賬。美國從2015年10月起派驅逐艦拉森號駛入主碧礁12海里範圍，此後自由航行行動常態化，1年數次，軍艦照過，北京照抗議，工程照做。美軍的賬並非白算，依照仲裁認定，人工吹田無法讓低潮高地取得領海，美濟礁在法律上只是礁盤上的一堆建築，軍艦通過連事先通報都不需要，法律上站得住。現實裡，每一次通過都伴隨解放軍基建的全程跟監與廣播驅離，南海成了大國海空軍日常擦肩的走廊。2020年7月，美國國務院發表正式立場，明確拒絕中國在南海的大部分海洋主張，與仲裁結果對齊。隨後，澳洲、日本與多個歐洲國家陸續向聯合國地礁照會表態。紙面上的孤立一年比一年清楚，海面上的態勢卻一年比一年固定。越南一邊抗議，一邊在自己控制的島礁上悄悄擴建，只是手裡沒有同等級的機器，進度以年計。馬來西亞低調觀望，印尼在納土納海域加強巡邏。東協與中國的南海行為準則，從2002年談到今天還在談，原因不複雜。東協10國裡有聲索國，有非聲索國，有高度依賴中國投資的國家，共識天生難產，而時間拖得越久，海上的既成事實就越牢。最無奈的是菲律賓。2016年裁決出爐時，政府正好換屆，新總統選擇擱置裁決換取中國投資。幾年過去，投資承諾大半沒有落地，島礁軍事化卻已完成。馬尼拉重新舉起裁決，並向美軍開放更多基地。近年在仁愛礁與黃岩島周邊
菲律賓補給船一次次被海警的水炮攔截。值得注意的是，黃岩島本身2016年前後，外界一度盛傳它將成為第8座人工島，美國把這裡視為紅線，公開警告。最終黃岩島至今沒有動工，這條線算是暫時守住，但海警船隊的常態巡邏從未離開。國際法給了答案，但國際法沒有挖泥船。把鏡頭拉遠，看這台機器真正改變了什麼。南海每年通過的海上貿易額超過3兆美元，全球約1/3的海運從這裡經過。馬六甲海峽進來的郵輪，巴士海峽出去的貨櫃輪，主航道全部從南沙兩側穿行。海底還躺着可觀的油氣與漁業資源，周邊國家的探勘船屢屢在自家專屬經濟區內被伴航干擾，資源開發全面凍結。過去誰主導南海是法律問題、外交問題。七交完工之後，它變成一個用鋼筋混凝土寫成的既成事實。雷達看得見，跑道起得飛，飛彈夠得着。從永暑礁起飛的戰機，作戰半徑足以覆蓋整條南海主航道。對任何依賴這條航線的經濟體來說，這不是抽象的地緣名詞，是油價、運費和保險費率的現實變數。軍事上的價值要分開講清楚。以下是推演。多數美方智庫的兵棋推演認為，一旦爆發高強度衝突，這些島礁是坐標固定的靶子，第一波飽和攻擊就可能癱瘓跑道，暫時存活性有限。但同樣是這些推演承認，在不開火的灰色地帶，它們的價值無可取代。海警船以島為基地，長期滯留；海上民兵船隊以島為依托，輪班為首。鄰國的漁船、補給船、探勘船每一次出海都在對方雷達的注視之下，不用開一槍，日常海域的控制權已經悄悄換手。這套打法有現成的劇本。2023年以來，仁愛礁的補給衝突一路升級，菲律賓要為坐灘的登陸艦運補，中國海警船從美濟礁出發攔截，水炮、切航線、碰撞，全程有島礁雷達導引，有補給基地撐腰。菲方每一次運補都像闖關，沒有那座 5.52 平方公里的人工島，這種貼身壓制根本組織不起來。而天鯤號的存在把這種能力變成了常備狀態。它下水之後沒有開往南海造島，而是投入航道疏浚與港口工程。但每一個聲索國都看得懂，造島對中國已經不是一次性的豪賭，而是一條隨時可以重啟的工業流程。機器停在港裡，能力躺在賬上，下一座島要不要出現，什麼時候出現，出現在哪個礁盤，決定權握在擁有機器的那一方手裡，對手也在追趕。衛星影像顯示，2022年之後，越南在南沙的吹填明顯提速，數年間新增陸地以100公頃計，直追中國當年的總量。南海進入第2輪造陸競賽，只是這一次仍然沒有任何一方手裡握着天鯤號等級的機器，機器還在進化。中國船舶工業已公開下一代自航绞吸船的研發方向。角刀功率上看，1萬千瓦，整體能力比天鯤號再提升約5成。天津號到天鯤號用了7年，天鯤號到下一代也在以年為單位倒數。造島的成本曲線一路下探，決策的門檻就一路降低，這才是造島神器4個字真正的分量。最後把賬收攏，一顆角刀6600千瓦，1小時6000立方米，一条管線15公里。上一代機器用20個月，在7座礁盤上吹出13平方公里的陸地，換來3條3000米跑道、數十座機庫、城鎮的雷達與飛彈掩體，以及一紙被3個不字擋在門外的國際裁決。從天津號到天鯤號前後不過10幾年，南海的海圖被徹底重寫。那些原本連名字都很少有人念出口的礁盤，如今是整個印太軍事規劃繞不開的坐標。從馬尼拉到河內，從華府到東京，每一份南海兵推的地圖都得先把這7個點標紅。有人把這排人工島比作這個時代的長城，只是方向相反。長城是把敵人擋在牆外，人工島是把控制線推到最遠的海上。歷史上改變地緣格局的多半是艦隊、條約與戰爭，這一次是一台挖泥船，而它的意義早已越過南海。全球任何一片存在爭議的淺海，從今以後都得把這種能力納入計算。
下一次衛星照片上再出現一道土黃色的彩虹，世界多半只能又一次在既成事實後面追趕。鋼鐵角道轉動的每一個小時，都在提醒南海周邊的每一個國家，在這片海上，地圖不是畫出來的，是一立方米一立方米挖出來的。